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30号，星期四，看在天满桥上，这条河就是我总跑的河边，有人在拍摄了，已经，两边全是樱花，现在满开了。今天先在河边绕一圈，然后再去凑距离。哦，你们看，怎么样？底下那条路就是跑步的路。就这一周，应该下一周就开始花就谢了。像这种背心儿 ，M 号的我穿稍微有一点大 ，S 号的稍微有一点小。看这环境，但是有一些飞虫，有的时候聚在一团。今天跟大家伙聊点什么呢？最近比赛特别多，昨天我看好多评论的小伙伴都在说，以前也在说，就是关于自己能跑到什么成绩。大家其实担心的也都是这个，有的人是担心会不会被关门，有的人是担心自己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，是吧？这我其实之前说过好多次了，我也没想好要怎么跟大家伙聊，我一会儿想想，一会儿想想咱们今天水一期闲聊天吧，看看风景，看火车，还行哈。这个桥过去就能直接通到大阪城。行，一会儿聊啊。在河边跑了一大圈，跑回大阪城，我估计绕一圈我就回去了。今天有时候还是性格不太好改变啊。我总说我不太喜欢跑小圈或者折返，像大阪城里那个折返是3公里，我觉得要在那儿凑足一个距离，真的是有时候挺磨性格的。但是还是要磨一磨，马拉松就是一个忍耐，各方面的忍耐，然后才是突破。不想忍耐，所以才能突破，对不对？3个小时跑完马拉松和6个小时跑完肯定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其实跑得越慢越累。这个大家都应该都有体会。你在路上走路，或者说你在一个地儿站着6个小时，我估计可能也挺累的。好多大巴车呀，现在是赏樱的季节，可能是去接人。至于成绩这个事情，分这么几个方面说。第一个就是我特别有经验的，我第一次跑马拉松的时候，特别担心会被关门，并不担心总时间会被关门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国内的马拉松基本上30公里那个关门时间，我认为是所有关门时间里最有挑战的。不知道现在有的马拉松改没改，但是30公里那个相对有一些挑战。如果30公里您跨过了，基本上就没事了。这是对怕完不了赛的小伙伴的一个提醒。至于想预测成绩的，无论您是想破4，还是破3，还是330，甚至刚才我说的这个关门，大家发现我总说30公里、30公里。之前我也总说马拉松真正的马拉松是从30公里、32公里开始的。我觉得全程马拉松是不能用半程马拉松的成绩来估计的，除非您已经是一个训练有素、比赛经验丰富的选手。我觉得至少是一个30公里的成绩，才能初步体现您全程马拉松的成绩。所以我才建议小伙伴们赛前30天，或者是3周以上，25天左右，去测试一个30公里，自己摸摸底。
因为对很多人来说，很多书里写的半程马拉松乘以2再加多少秒，这个不一定都很实用，因为大家都不是专业训练出来的，都是普通练出来的。我半程马拉松能跑进1小时30的时候，全程马拉松还3:30以外呢。因为一过25公里就不行，一过25公里就不行。其实，马拉松真正掉速，如果是严重的掉速，并不一定都是发生在30公里之后，而是24公里之后，你就会觉得不行了。所以30公里的测试可以帮助你自己更清楚地估计自己。之前我也说过这个测试怎么做，就是正常的准备，正常的补给，就像比赛一样对待，在赛前，在测试之前。但是测试的时候呢，你很难做到比赛那样的补给，至少补水你做不到，对吧？除非你有人帮你，你跑圈儿，比方5公里的圈儿。但是吃的这些补给要做到跟比赛一样，我们稍微跑慢点，不超过前面的人了。在这个情况下，全力以赴跑一个30公里，完了之后你看成绩，2种可能性，一种可能性你没有掉速，一直能顶下来，就像我之前有过几次30公里测试的片子。那这样的话，恭喜你，你的比赛目标配速就可以按照你这30公里的配速来制定。如果你真的已经精疲力尽的话，那可以降3秒到5秒。他怎么越跑越慢？还是超过他了？兄弟戴着口罩跑呢，这我非常不推荐啊！除非像他们这儿有很多人有严重的花粉症。如果你这30公里的测试完了，觉得还挺兴奋，还能跑几公里，那比赛就按照这个配速去启动，肯定没问题。如果你30公里没坚持下来掉了，那坦白说啊，这个测试有些失败，因为你没有找到你最大的那个行与不行之间的配速，那就保守一些。比方说你25、6公里之后掉了，那全程马拉松的目标配速呢，就把你前25、6公里没掉之前那平均配速减10秒。大家别小看这3秒、5秒、10秒，放到一个42公里上，那就是几分钟啊。这个还是挺可怕的一个时间的跨度，就是所有东西放到42公里上，都会被特别严重的放大。所以大家要这么估计成绩，还是以30公里为基础去预测，不能以半马为基础。当然了，如果您的半马已经能跑进1小时20了，那就可以简单的乘以2，然后加个几分钟，肯定没问题。因为半马1小时20以内，基本上就是业余精英了。它都是建立在训练量的基础上的。我觉得全程马拉松先要求稳，先要保证不掉，再去冲击成绩。所以也就老说训练要加强单次训练的距离，这样会对全程马拉松、半程马拉松这种长距离项目特别有帮助。有小伙伴问说，12公里的训练量是跑2个6呢，一天跑2次，还是1个12？那显然是1个12。
2个6和1个12，这怎么说呢？你要说能量消耗上一样，做的功也一样，但是对马拉松的帮助放大到一个训练周期里差别特别大。所以大家有能量、有条件的，就跑长一点，哪怕你跑慢一点。还是那句话，先稳住再突破，先忍耐再突破。跑长一点本身也是一种忍耐。行吧，今天跟大家闲聊一期，大家可以如果你有比赛安排，还有时间的话，可以试一试我的建议。也有小伙伴报名中签了副中心的马拉松，回头跟大家分享分享这场比赛。不知道路线改了没有？今天回家做做功课。3月30号星期四清晨7点09训练结束啊，16公里多，1小时16，平均配速441，心率139，功率208，步频193。今天就轻松跑了，因为前2天的负荷确实比较大。今天是我第3个训练日，第1个训练日是一个27公里，而且不是太慢。到后来，昨天是一个强度课，今天轻松跑。这个月因为有月初的比赛的节奏被打断啊，因为你赛前减量，赛后的调整，所以这个月的跑量也不多，可能勉强400公里，也许到不了，可能差一点。基本上你们看我这种训练，一天前2天一般都是20公里、21公里，然后后2天10多公里，有的时候会有一个20公里。这样的训练基本上就是差5次到6次就是100公里。连续的比赛月，下个月4月也是比赛月，应该也不会跑太多。之后我打算波士顿如果真的顺利的跑完，我打算休整一段时间，休整2周。行吧，那今天就跟大家闲聊了聊，怎么看看预测一下自己的成绩。如果还来得及的小伙伴可以试试。至于半程马拉松预测，大家就自己跑一个半程马拉松就好了。这个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半程马拉松的恢复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那还是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明天咱们还是回评论啊，大家加油干啊！咱们明儿见。